张姨，把我衣服拿过来，通知今天上午开全体董事大会。屁股大会，他今天又说胡话了。别说话，小心他又发脾气让我们干活。我穿越了，我堂堂身价千万的女总裁，竟然穿到了这个好吃懒做、对弟弟妹妹不管不顾、父母双亡后只知道啃食家底的土包子身上。苏荷，太阳都晒屁股了还躺着，家里那半袋红薯干该交出来了，我家小军要补身子。住手！反了你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今天我就替你爸妈教训你！第一，这粮是我爹娘留下的，跟你没关系。第二，你占了我家3亩祖田，吞了我家的存款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。小兔崽子，长本事了你！3天之内把田地、粮食、农具全都还给我，不然咱们就去公社评理。我倒要看看霸占孤儿家产，到了公社能说得过去吗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吓唬谁呢？不信，咱们走着瞧。好，好，好！你个小兔崽子，你等着！今天的苏荷怎么跟原来不太一样了？二姐，她是不是昨晚把脑袋睡坏了？既然开局就是地狱难度，那我就亲手把这手烂牌打成王炸。何丫头，你咋来了？来拿我家的地契和农具，还有去年的口粮，一并算清楚。你做梦！那地我们帮你种了2年，辛苦费都不够。种没种，种的是谁的地？村里的题账写得清清楚楚，不肯还就去村委会说。要是村长说地该归你们，我转身就走。去就去，我还怕你个黄毛丫头不成？大伙儿评评理！我们好心帮姑女种地2年，现在反倒被倒打一耙。大贵两口子也不容易，一个丫头片子哪会种地？以前懒得出奇，现在倒学会跟长辈顶嘴了。第一，苏家3亩地是祖产，遗账上写的明明白白。第二，2年地里收成，2叔2县一粒粮没给过我们，我们饿肚子的时候，没人说一句不容易。这架势还是那个唯唯诺诺的苏荷吗？第三，霸占孤儿田产按公社规矩怎么算？真闹到镇上，会不会影响家里孩子考学、照工？别闹了，真闹到镇上，小军怎么办？村长，你来评评理！这丫头片子张口就要地要粮要农具，天地良心啊！我们2口子累死累活种了2年，到头来倒成了恶人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何丫头，地契上是你们苏家的名没错，但你也知道这地荒了2年，是大贵两口子拾掇出来的。地拿回去，你一个姑娘家会种吗？就是啊，何丫头以前连水都不挑，地给她也是荒着。大贵虽说占着地，好歹没让地撂荒。何丫头，你会犁地还是会撒种？地拿回来，我可以找人学种，可以自己下地。但2叔2婶占着地不还，是霸占，霸占了还不认账，是欺人。这2条放到哪儿都说不过去。这姑娘今天跟以前判若两人，站得直，说得清，不是来胡搅蛮谈的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大贵，一会儿把地契农具还给何丫头，2年种地抵照看的情分，以后各不相干。你等主宰了。好好，村长，我们回去就还给他。地契拿回来了，以后不会有人随便抢我们的东西了。别碰他的东西！你少装好心！以前抢我们吃的，拿我们出气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这种话？原主真是造孽啊！地契是真的，以后2婶再来抢，我有法子拦她。你们吃不上饭，我也吃不上，我没必要骗你们。切，拿回地又怎么样？你们不用信我，明天我就带吃的东西回来，到时候还觉得我是装的，我转身就走。
前世做餐饮，光陈列标准就能开3天会，这满集市裸卖散装，遍地是漏洞，也遍地是机会。用料扎实，发酵足实，火候精准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摊位前空无一人，放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这是妥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！婆婆，我帮您招揽生意，不用给钱，2块米糕垫肚子就行。行，你试试。哎，乡下丫头片子能会卖什么东西？就让她试试，也不亏什么。新鲜现蒸古法米发糕，免费试吃，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您的手艺是宝贝，哥集市摆摊儿只卖个辛苦钱，把品类做全，牌子做响，能卖到镇上县里。您的手艺不该只困在这一方小摊上。吃吧。哪儿来的？集市帮婆婆卖米糕换的。你会帮人卖东西？原来连跟二婶说话都哆嗦，这糕是不是偷的？这么大个人了，偷我家红薯干，就不能学点好吗？没偷，帮她卖了半屉米糕，工钱换的。谁信啊？上次你说去砍柴，结果偷吃邻居鸡蛋糕，害我们被骂了一下午。吃不吃？不吃我拿走了啊。苏荷，你真要学做这个？你连烧火都能把灶台点着，锅底糊半寸厚，全村都知道。往事不必再提，学好了，以后天天有米糕吃。谁信你？昨日拜师被拒，餐饮行最重传承，空口求配方最显轻浮，得用行动说话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婆婆说了，配方不外传，别白费功夫。不是来要配方的，我来帮忙干活，不用工钱，管顿午饭就行。觉得我手脚不干净，我随时走。活苦，规矩多，米要至少淘3遍，案板擦到不沾手，差一点都不行。能熬3天，再说别的。我能。婆婆，这批米不是同一种吧？有新米掺在里面，蒸出来发糕口感发黏，米香也淡。你尝都没尝，光看就知道。做了多年吃食，原料好坏摸得出来，好原料才出好味道。老客一尝就能吃出差别。最近粮店米时好时坏，我也发愁。可散户拿货量小，根本没得挑。集市粮店品质不稳，长期做必须有自己的原料渠道。村里家家有自留种，定点收粮，既能控品质，还能压成本。陈大哥，村里谁家自留稻种最好？我想收点好品质的陈米。村东老李家的糯稻最香，出浆率也高。村西的香稻、金稻适合做干粮、做米糕，混着用口感最好。谢谢。3天考核只是入门，古法配方是内核，稳定粮源是根基。我要的是产业链，不是小摊手艺。又在画鬼画符，画了就能吃饱。切，过来帮个忙。干嘛？算账。你自己不会算啊？过来帮我核对一遍，1斤米蒸8块发糕，3毛1块，1天卖5斤，扣掉米钱柴钱，能赚25块。多少？25块。苏荷，你知不知道爹以前在镇上给人做木工，1个月才挣30多，算错了吧？肯定哪里算错了，我再算一遍。没算错，明天试卖主打试吃，实际赚不了这么多，先立口碑。你还是能卖出去再说吧。明天你们俩都去，
凭什么？对啊，凭什么我们也要去？我们又不会卖东西。你算账，他看摊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不去。苏荷，我们来了。我是害怕你把账算错了。好，干活吧。米糕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，原料干净，现蒸现卖，买5送1。丫头，你这摊子板正，油纸包着吃也不脏手，讲究。冲你这干净劲儿，给我来10块糖桂花多舀半勺。这发糕比我自家蒸的糯多了。切，装腔作势，一个乡下丫头花里胡哨，我看她能蹦到几天。这是多少？30多块，扣掉4块钱的米，2毛钱柴火，净赚25。25，姐，咱爹以前1个月才挣30多。别急着高兴，你姐我能耐大着呢，这才刚开始。1块发糕卖3毛，疯了吧？粗粮馍才6分，他那摊子干干净净，衬得咱跟垃圾堆似的，好几个老客扭头就走了，哪有什么卫生不卫生的？乡下人吃东西哪有那么多讲究？可他今天真卖了，至少20-30个人。桂香姐，要不咱想个法子，让他明天摆不成？法子多的是，让他得意2天。集市的规矩可不是他想改就改的。苏荷，他们好像在说咱们。听到了，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，很正常。他们不会真来捣乱吧？他们就想要我害怕、退缩、走人，我偏不如他们的意，他们能拿我怎样？王桂香，你们几个要不要脸？人家好好摆摊，你们弄几辆破车堵路，合起伙来欺负新人是吧？集市是你们家开的，倒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先前只当他是个泼辣的性子，没想到还是个嘴硬心软的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你一个厂里端着铁饭碗的，怎么还跟个摆摊的乡下丫头搅和到一块儿去了？也不嫌丢份儿！别去，你掀了他的车，就顺他的意了，到时候反倒落个寻衅滋事的名头。我吃过他家米糕，香得很。我看他们是看人家卖得好，嫉妒得很呐。人家那米糕做的确实干净讲究，我昨天尝了一块，味道真是不错。前阵子不也有个新来的卖凉粉的，被他们合伙挤走了，指不准又是老摊主欺负新人呢。求手艺，行的单，做的正，不贪小便宜。这股子硬气，倒真不像装出来的。都欺负家门口了，竟还沉得住气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车挪走。堵摊位这种老把戏，姑奶奶早就见过。老周啊，你来的正好！你看这新来的丫头，自己摊子往过道中间一横，我们的车都没地方停了，这不是坏集市的规矩吗？就这小丫头，还得我出马？你这小辈刚来就要惹事儿，真是好没规矩。周管理员，这条例第3条，摊位以木桩为界；第5条，留足1.5米宽，保证通行。你可看清楚了，这坏了规矩的可不是我。真是头一回见摆摊还把条例抄下来随身带着。还能这样干？你们在这儿吵闹，影响别人做生意，看在你还算合格，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把摊子挪开，这次口头警告，下次直接扣摊。偷鸡不成吃把米，这下脸可丢大了。自己怎么在给他帮忙？看我婆婆面子，可不是服你。别得意太早，各凭本事吃饭。从前就靠撒泼抢地盘，谁嗓门大谁有理。真没想到他比我想的靠谱多了。这姑娘竟是真的有几分本事在。她一条一条指着念，王桂香脸都绿了。
婆婆，你说她胆子大不大？光拿规矩说事，就把那几个不老实的制住了。以前我觉得摆摊就是谁横谁占便宜，今天才知道原来还能这样。她这股子硬气，我是真服了。明天他来，这个要给他。婆婆，这可是您压箱底的手艺，当真要传给他？手艺传对人才叫手艺，传错了，金子也变成废土。可算把你等回来了！我当你赚了大钱，连家都不认了呢。你爹娘走得早，是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仨拉扯大的？现在翅膀硬了，赚了钱，就把你二叔二婶忘到后脑勺了。长辈上门，连口热饭都讨不到，一良心是被狗吃了。就是啊，长嫂如母，你们仨好歹是大贵两口子看大的，赚了钱可不能忘本，长辈都张了口，哪有不给的道理？手拿开！反了你了，小贱蹄子，还敢拦我！第一，我爹娘留下3亩祖田半屋口粮20块安家钱，结果走的第2天就被二叔二婶接去了家里。2年了，地里收成你们1粒粮没给过我们，我们姐弟仨饿肚子的时候没吃过你们1碗饭，喝过1口粥，到底是养没养，村里人都看得见。第二，孝敬长辈，他们算什么长辈？根本也不配跟我提长辈2个字。要说我忘了本，咱们现在就去村委会，把这2年的收成一笔一笔算清楚，看看谁欠谁的。还有第三，我做的小买卖挣的都是起早贪黑的辛苦钱，这钱你不该拿也不配拿。今天趁人多，我也有个事儿告诉大家，往后我做点心要用好米好粮，谁家有的都可以卖给我，价格跟粮站持平，当场称重，现钱结算，不打白条，不赊不欠。这年头粮站收粮总打白条，一拖就是大半年，有条子却换不回现钱，家家都犯愁。真的现钱结算，不打白条？对，大家放心，说到做到。我家有20斤糯稻，明天一早就给你送家里去。这孩子赚着辛苦钱，心里还念着村里。刘翠兰也太不像话了，占人家地还抢钱，这脸都丢到全村了。你个白眼狼，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，迟早有你后悔的。刘翠兰这一闹，反倒帮我把收粮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丫头现在是彻底飘了，当着全村人的面踩我的脸，眼里哪还有我这个长辈？我早跟你说过，撒泼耍横对她没用，你就是纯是送人头。听你这意思，你有法子治她？这种规矩嘛，我就让她知道，这集市的地不是她想闯就能闯。等后天所有摊子统一定价，全比她低2成。还有西头的粮店，好米好面优先供咱们。她想要合格的原料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倒看这小妮子还能耍什么花账。嘿嘿，高，实在是高，有你出手，保准她哭着滚出集市。米汁过关。丫头，你这摸2下就知道好坏了。做吃食久了，摸得多了就有数。香米是1斤2两，按粮站1等统购价1毛3分5一斤，一共1块2毛9分。何丫头就是敞亮，比粮站痛快多了。家里还有半袋，回头也给你送过去。多谢李婶，只要米汁过关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你收的应该都是今年的新米，想把口感做出层次，还得配本地老品种糯稻。陈大哥说的在理，确实得配点糯稻。那边有3家种的是老种糯稻，混着来，蒸出来的发糕软而不塌，回甘更足，就是产量低，多半得留着过年做年糕。谢陈大哥提点，不然我还真摸不准这里面的门道。懂农技，话不多，行事有分寸，人也靠谱，倒是个合适的技术合伙人。刚蒸好的2碗，1碗是老法子配的，1碗是按你昨天的比例做的，你尝尝。就是细心了点儿。这手艺传了3代了，我也守着这小摊小半辈子了，交你手里也算是找对了人，也能放心歇歇了。
之前教你的都是上手的活地，剩下的方子还有几样酱菜的底子都写在上面。我这门手艺，传艺先传心，不偷工，不赚黑心钱，须得能守住这底线。婆婆您放心，但这手艺可是您家传的根基，往后生意不管做多大，都该有您的一份。我给您算技术股份，每年按比例分红利。股份？股份是啥？职业病又犯了。这年代哪有人懂什么技术入股？就是干份子，不用您出本钱，也不用您干活受累，往后赚了钱，每一笔都给您抽2成的利，按月结也好，年底一并算也好，全听您的。人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您就应下吧。再说了，他真要是拿了方子就翻脸不认人，怎么办？好，那我就厚着脸皮沾沾你的光。苏荷，你以后真要自己开作坊吗？不用天天推板车那种。对啊，以后不止县城，以后还要卖到市里、省里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苏家和记的牌子。摆摊只是起点。粗粮馍6分1块，散装米糕7分1块。他们摆明了赔本压价挤咱们，几家联手铁了心要把咱们赶出集市啊！他们都降价，咱们怎么办？也跟着降？不降，把现有发糕分成2档，普通款维持原价，分量不变；精品款加1成价格，加桂花，加蜜枣，单独用印花油纸包。低价竞争最傻，用分层产品拉开客群，赚愿意为品质付钱的人的钱。他怎么还越卖越贵了？跟着降价只会拖死自己。他们拼价格，我们拼品质，拼留存。人流很快分出2波。这独立包装的干净，给孩子当零嘴正好。来2块桂花的。天哪，算下来总营收比昨天还高了2倍，这得有50了。邪门了，这么贵怎么还有人抢着买？这死妮子到底使了什么邪招？急什么？让他再狂这几天。断了他的米源，没有好米，我看他还拿什么装干净装讲究。张老板，就是那个丫头，邪门的很，降价都挤不走他。放心，我做了10几年粮贸，治个丫头有的是法子。对，让他买不着好米，我再回村散点谣言，说他摆摊投机倒把，公社马上要抓人，看谁敢卖粮给他。正好前阵子收了一批陈化劣种，正愁没地方脱手，一边断他的好米，一边给他送点加料陈米。等他蒸出来的发糕变了味儿，招牌砸了，生意自然就黄了。我看这死妮子还怎么狂？也就是你能想出这分层定价的法子，换我早就慌得跟着降价了。靠品质留客，才能做长久生意。现在销量稳了，是时候彻底解决粮源问题了。小莲，你帮我算笔账，收粮、固定价格、固定品质，咱们一天要50斤，得找几户人家才够周转？你让他算，他算得出来吗？那你就小瞧他了，他算账的天赋比咱们都强。长期要的话，5家就够了；扩大规模的话，10家够用。明天回村就谈这事儿。我学了这么多年算盘，珠子都拨不利落，她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几秒就算出来了。不能吃。苏荷说的以后天天有米糕吃。吃吧，今天可是赚了67呢，奖励你的。67块，真的赚了这么多。何丫头，我们听了你的话，打算种优质稻，谁知道买了张满仓推销的高产良种，种下快10天了，发芽率连2成都不到，花芽都发黑了，不是新种。全是陈化劣种，花芽早就坏死了，不光出不了苗，种下去还会伤耕地的土质。
这可怎么办啊？1季的收获全毁了，张满仓那个杀千刀的，怎么办？果然是冲着我来的，掐了签约农户的种子，就是断我的原料根基。这招比王桂香那套市井手段阴多了。大家先别急，人跑不了，损失的钱我会想办法让他全额退赔。芳华说村里要统一采购200斤良种，全款现结，他能上钩吗？他这种逐利的粮商不可能忍得住，这叫请君入瓮。我已经托人请了乡农技员，明天过来当场验种，人证物证凑齐，他赖不掉，有章法，有分寸，遇事不慌不乱，真是半点不像乡下丫头了，倒像是做了多少年大生意的。这丫头真是变了个人。妹子，你要的上等良种我全拉来了，粒粒都是新收好种，产量高30%。听说你要搞种植试点，我特意给你留的最好的货，今天当场点清，货款一次性结清。先验货。验，随便验，全给你摆的最好的。表层铺好货，底下掺次粮。张老板，这套路真是有点老了。我说买的8斤种下去没冒几棵苗，原来是陈化坏种，我那3亩地都耽误了，你赔我种子钱。我攒了半年的鸡蛋钱换了5斤种，就指着今年多打点粮给孙子交学费，你这杀千刀的骗子！大家安静，我当场采样核验。这批种子多数陈化变质，花芽换死，发芽率根本不足1成，不能下地。骗了多少户，坑了多少钱，要么全额退赔，要么咱们去公社说理，看看售卖劣种诈骗农户该怎么罚。臭丫头片子，你给我等着！第一，统一供应陈大哥培育的良种，全程免费农技指导。第二，稻谷成熟后，按高于粮站统购价1厘保价收购。第三，现钱结算，不打白条，不拖欠，白纸黑字签合同，说话算数。何丫头办事靠谱，我信你。我家3亩地全签。看来这姑娘是要搞一整条产业链啊！今天一共签了17户，加起来快50亩地了。咱们以后再也不愁没好米了。以后不只做米糕，我们还要做更多品类。苏荷，那我们以后还能天天都有桂花糕吃吗？可不只有米糕，明天带你们去镇上赶集，买新衣裳，吃糖人，买文具，带你们好好出去逛一逛。真的吗？小声点，别吵醒别人。怕什么？赚了钱就是给你们花的，走吧。苏荷，咱们走吧，这里的衣服肯定贵，我身上的布还能穿，不用买新的。可不是嘛，我们这儿都是正经成衣，的确衲衬衫1块多一件，卡其裤更贵。乡下娃子别乱摸乱碰，弄脏了弄皱了，你们可赔不起。挂左边那件藏青翻领短褂，拿中号。湖蓝色的确良女士衬衫，
拿小号。深灰卡其男童长裤，拿10岁孩子穿的码，都拿下来看看。你确定？这3件加起来快4块钱了，还得要退票，别到时候掏不出票也掏不出钱，耽误我做生意。圆圆瞅2眼得了。拿合适的尺码，让孩子试，合适就直接买。妹子，你看我这嘴，刚才也就随口一说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我这就给你拿最合适的码，保证都是新到的货，一点褶皱都没有。去吧，去试试。那旧衣服不要了。妹子慢走啊，下次买衣服还来。同志，来2笼鲜肉包，1碗红烧肉，3碗小米粥。好嘞，稍等。这是哪家的娃？居然舍得下馆子点红烧肉，看着像村西头苏家那仨丫头，以前瘦的跟小猫似的，这才多久，变化真大。姐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么香的红烧肉，还有肉包子。你叫我什么？姐，他叫你姐呢。吃吧，以后常带你们来，顿顿都能吃上热乎的。就想吃口甜的垫垫，你看这，怎么了呀？看着都没食欲。算了算了，可不是嘛，他家点心摆了快3天了，硬的硌牙，也就糊弄外乡人。这么好的临街点位，要是把米糕铺进去，借饭馆的固定流量做代销，可比集市散卖效率高多了。看什么看？我把国营厂的活辞了，铁饭碗端着也没意思，熬到退休也就那点死工资，不如跟着你干，凭本事挣钱，不丢人。我嘴皮子利索，镇上人头熟，跑渠道、谈合作、盯出货，我都能干，怎么样？敢放弃国营编制转个体户，有魄力，正好缺一个能跑外勤、懂人情世故的渠道负责人。求之不得，正好有件事交给你。昨天我路过街商来福饭馆，他们点心柜台生意冷清，正是缺好货的时候。你带样品去谈谈代销，摸摸李老板的底，包在我身上，谈不成我就不回来见你。李老板，您尝尝，我们家米糕都是现蒸的，干净卫生，放您柜台，卖不完我们全拉走，不占您地方。哼，乡下小摊的东西也配进我饭馆的柜台？客人吃坏肚子你担得起？个体户就是上不了台面，真是什么人都往里放。狗眼看人低，什么人啊？连尝都不尝就往外赶，我看他就是怕咱们的货太好，抢了他自己的生意。正常，换作是我，不明不白的货也不敢接。他怕的不是货不好，是怕品质不稳，出了问题担责任，砸自己饭馆的招牌。那怎么办？明天我亲自去一趟。连锁餐饮进场的第一准则，把风险全揽在自己身上，让渠道方稳赚不赔。这套逻辑放在80年代，照样软润。这李老板在镇上开了10年饭馆，最要脸面，就是认准了个体户都不靠谱，油盐不进。正常，换作是我，不明底细的货也不敢接。李老板，我是苏家合记的苏荷，今天来不是求您合作，是给您送生意的。哟，口气不小啊，小妮子。第一，每日现蒸现送，当天卖不完的，我们全额拉回，货款全退。第二，但凡出现口感问题，客人吃了不舒服，所有损失我们10倍赔付。10倍？一个小丫头骗了，赔得起吗？第三，您不用出本钱，不用担风险，卖出去赚的差价全是您的。你说真的？白纸黑字写进协议里，您要是信不过，
试供3天，卖不动我们立刻走。还行吧，发酵火候到位，比现食品厂那干粉冲的强了不少。行吧，看你个小姑娘也不容易，给你3天试供，丑话说前不好卖，出问题我立刻给你扔出去。多谢李老板。我的天，你怎么办到的？3句话就松口了。做渠道得先算对方的风险，再算自己的利润。他没风险，自然就愿意试。张婶，这米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昨天收的新米啊，我按您说的变数磨的，新米端面均匀蓬松，陈米发黏发沉，差了2个品质。我收米的时候逐袋验过，你掺了多少？自己说。我怕赶不上饭点，就掺了点自家的碎米，反正都是米，客人吃不出来的。你糊涂啊！这可是试供的第1单，砸了牌子以后还怎么谈合作？前世刚创业时踩过一模一样的坑，为了赶大客户订单，放过一批微次品，结果全被退货，赔光半年利润。这种错一次就够了。这是提前预留的备用料，阿芳，你负责过筛除杂，调糖桂花，只取最细的米浆。张婶，你去烧火，全程中火。好，我马上来。前世做连锁，用计预案是标配，敢接订单就得留好后手。坏了，催上门了。苏家的好了没有？李老板让我来催了，饭点前再送不到，我们就找别家了。怎么办？还有1刻钟就到饭点了，这要是晚了，李老板肯定直接撕合同，咱们熬了半宿又的功夫全白费了。来得及，第1笼先装上车，路上闷着走，到地方刚好熟透。哎，好嘞。李老板，对不住，来晚了1刻钟，货都在这儿，您先验。怎么才来？我还以为你们晚了1刻钟，是我们内部流程出了问题。按约定，这批货扣半成货款，给您赔个不是。您先尝尝品质。货没错，主动扣钱认罚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这是本分，没做到就该罚，也给我们自己长个教训。后续保证次次准点，批批同志。行，就冲你这份靠谱，施工不用了，直接签长期合同。姐，你怎么突然带我们来县里书店啊？姐前天跟来福饭店的长期合同签下来了，咱们不仅来县城逛新华书店，还要带你们看露天电影，给你们买新本子、新铅笔。真的吗？我们还是第一次来县里呢。姐，这么大的书店，里面全是书吗？全是，想看什么，今天都可以挑。拿2支乙金钢笔，10本算术本，5童田字格，1套趣味数学，还有那本彩色识字绘本。姐，太多了，太贵了，我们用不上的。用得上，你算数好，以后帮我管账，笔和本子都得用好的。小石头要上学，绘本正好认字。一共10块2毛8，另收3两布票。麻烦包一下。二姐，等我学会认字，就读给你听。
吃吧，不够再加。姐，你也吃，以前过年才能吃上馄饨呢。以后日子好了，想吃就能吃。姐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学算账，帮你管账、盯出货，不让你一个人这么累。姐，我也帮你，我帮你尝味道。好，我等着你们出师。姐，你看那个叔叔好厉害。坐稳了，别摔下去。姐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跟我客气什么？苏荷，可算回来了，出事了。别急，慢慢说，出什么事了？下午村头传开了，说有人去公社举报咱们，说咱们私下收粮，无照经营，是投机倒把。公社的人明天一早就来查账封作坊。到底还是来了，市井手段没用，就开始拿政策做文章，想封我的作坊，没那么容易。你们听说没？公社粮站昨夜连夜涨了价，1斤稻子多给3分钱，全现钱结算，不打白条。瞎说啥呢？粮价年初就定了，哪能说涨就涨？我骗你们干啥？隔壁王家村昨天后半夜就拉了3车过去，当场点钱。人家粮站是补秋粮缺口，就收3天。还真有这事儿！我昨儿去镇上也听人说了。我说你们啊，也别死抱着苏家那协议了，一个乡下丫头片子的生意，哪天黄了都不知道，到时候你们哭都没地方哭。可跟苏家签了字据的，哪能说毁约就毁约？那苏丫头看着挺讲规矩的。规矩值几个钱？粮站是公家的，还能骗你？现钱揣兜里才叫踏实。他苏荷赚得盆满钵满，凭啥让你们赚少的？唉，3分钱也是钱啊，1亩地多收好几块呢。要不我先拉半袋去看看。要去趁早，今天第2天了，明天再去，说不定就收满了。好多人家都收拾麻袋了。不好了，村头都传疯了，说粮站涨价3分钱现钱收，好几户签了协议的农户都收拾麻袋了，说下午就拉去粮站卖。慌什么？谁说的？哪些户要毁约？还能有谁？二赖子在村头瞎嚷嚷，王桂香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西头张老跟李婶好几家都动摇了。真要是都走了，饭馆每天要货，咱们拿什么供啊？粮站每年秋前补1次缺口，都是临时调价，量少，周期短，往年最多撑3天。今年公社上报的缺口才2万斤，周边3个村分根本收不了多少户。前世做连锁餐饮，靠临时利益拉来的合作，永远抵不过长期绑定的利益共同体。这点手段太嫩了。姐，那咱们也涨价吗？不涨，涨价治标不治本。农户不是不讲理，是没算长远。我刚从公社农机站回来，这是近3年的亩产数据，还有改良稻种的实测产量表。来得正好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下午麻烦你跟村支书说一声，明天上午晒谷场集合，所有签约农户都来，当众算账，算清楚了他们自己会选。不仅不涨，我还要再加一条，分级收购，米质达1等的，每斤再补2厘，上不封顶，种的越好，赚的越多。对呀，算明白账，谁放着稳钱不赚，去赌那3天高价？数据我来给大家讲，实打实的试验田结果，没人不信。叔，忙着呢。是苏荷啊，我正寻思找你呢。村头那谣言我听说了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想麻烦您明天上午主持一下，把签约农户都叫到晒谷场，当众把收益账算清楚。行，我也看张满讲那小子不顺眼，净搞些歪门邪道。二赖子那混子拿了好处到处瞎咧咧，明天正好一起收拾。墙外是谁？既然来了，进来坐会儿。只说苏老板，我路过正好。明天晒谷场开会，你也来，正好跟大家说说粮站涨价的消息，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？王家村昨天卖了多少户？收粮的站长姓啥？我就是听街上人说的，我哪知道站长姓啥？连站长姓啥都不知道，就敢说人家收了3车粮？二赖子，造谣搅乱生产，公社可是要送学习班的。明天你必须来，说不清楚就送你去公社好好反省。我来，我一定来。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这小子肯定是张满仓派来的。
明天晒谷场和他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粮站1斤多给3分，现钱结算，守着这协议少赚好几块，我不干，今天就解约。就是，谁知道他这生意能做几天？到时候打白条找谁要去？就是公家粮站还能骗人？人家就收3天，过这村没这店，承诺哪有现钱揣兜里踏实？大家先别急，要毁约可以，先把账算明白。有啥好算的？多3分就是多赚。第一，粮站补缺口就收3天，限户限量，全村轮下来能轮到几户？第二，订单农业保价高于粮站1零，1等米再加2零，全年稳定收购，不用抢不用等。算下来年年稳赚，好像是比抢3天高价高。按平均优产算，3年下来，每亩实打实多赚7块2。账算完了，要走要留，大家自己选。大娘，这个是2种，种出来的米可香了，能卖1等价。我姐说种得好还能多给钱。说粮站涨价的谣言是不是你瞎编的？收了人家多少好处？我就是听街上人说的，我哪知道。张满仓他派来搅黄订单，断苏家的粮源，对吧？好几个二赖子，这个骗我们！不让！我们是公社工上补的，接到举报说你们私下收粮无照经营，涉嫌投机倒把。今天过来核查账目和经营资质。什么投机倒把？我们正经做生意，凭什么乱扣帽子？辛苦2位同志跑一趟，所有合同、账、收粮凭证都在作坊里。2位请跟我来。姐，别怕，合规的事查就查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看人苏丫头半点不慌，肯定是心里有数。可不是嘛，办事敞亮，账也清楚，比那些偷偷摸摸造谣的强1万倍。请。收粮有合同，供货有协议，每笔收支都有凭证。一个乡下小作坊，账能做这么齐结？是，收粮按粮站统购价上浮，农户自愿签约，现钱结算，供货给镇上饭馆，也是签了正式协议的。原料分鲜稻、糯稻单独存放，磨浆的器具每天用完消毒。蒸好的成品流量12个时辰，出了问题可追溯。这是餐饮连锁的基础卫生标准，放在这个年代，就是最硬的合规底气。查下来完全合规，不属于投机倒把。你这小作坊卫生和规矩比县食品厂的车间还规整，带动农户增收是好事，好好干。姐，你回来了，我给你温了米汤，忙了一天肯定饿了。姐，村支书爷爷下午送的，我给你留的。怎么还不睡？不是说了不用等我？以前你出去，我们都怕你不回来，现在就想等你一起。以后都会回来的。倒在他们原料堆旁边，明天一早人赃并获。我看他这牌子还怎么立！张老板，深更半夜往人家院里搬东西，这是干嘛？我路过，黑灯瞎火，认错门了，这就走。陈化裂米胚芽发黑。和上次坑害农户的是同一批，我家收的粮每袋都有专属批次标记，
这批货从来没进过我的原料库，想靠栽赃搞垮我，未免太小儿科。走，跟我们去公社，售卖劣种、栽赃陷害，有的是账跟你算。姐，我傍晚在巷口玩，就闻见坏米的味道了，跟上次田里坏种子一个味儿。我赶紧跑去告诉陈大哥了。多亏我们小石头鼻子灵，不然今晚还真让坏人得逞了。我们小石头立大功了，这个给你，以后家里的米香不香，糕好不好吃，都归你管。及时到，接牌！半张700。今天挂牌，第一桩事儿，兑现承诺，给江婆婆结上个月的技术分红，往后生意做多大，这一份都不会少。好啊，手艺传对人，我老婆子守了一辈子的东西也算有根了。还真给分红啊！我原先以为就是随口一说呢。可不是嘛，换旁人得了配方，早把老人踢一边了。也就苏荷说话算话，前世几十家连锁品牌、千家门店的风光都不及此刻踏实。商业版图再大，不如这一方烟火扎得深。二姐，你画的姐好像啊，小声点儿，别让他看见。我就直说了，想进我们供销社专柜也可以，供货价压20%，货款压半个月结算，卖不掉的货你们自己拉走，供销社不担滞销风险。压价还压账，风险全甩给我们，这哪是合作，摆明了欺负个体户。典型的国营强势渠道条款，零成本转嫁风险。前世连锁进场谈判，这种条件我见过上百次。能进供销社是多少个体户求不来的机会，搭上我们的渠道，销量翻番不是问题。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王主任的条件我听清了，我也有一套合作方案，您不妨听听看。供销社不用出1分本钱，不用担半分滞销风险，货我们每日先送，当天卖不完的全额拉回卖回结账，流水里给供销社抽2%固定差价。您只管坐着收钱，别的都不用管。你再说一遍，滞销全退，卖完结账。行，就按你说的来，零风险稳赚，我没理由不同意。那就麻烦王主任多关照，后续供货对账都由这位阿芳同志对接。国营体系最怕担责，把责任全揽过来，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厂的阿芳吗？放着国营铁饭碗不干，真来当个体户摆货了。我当是什么好差事，原来就是伺候人的活。才不是摆货，这是我们苏家合记的专柜。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个体户再折腾，也比不上国营单位的体面。体面不体面，不靠单位，靠本事。再过半年，谁赚得多走得远，还不一定。嘴硬，我等着看你们能蹦到几天。不用跟眼界不同的人争讲，结果会替我们说话。我记住了，姐。这是什么呀？看着挺好看的，卖的，给我来一斤，给我来一斤。我是县食品厂供销科李科长，你们的古法米糕厂里尝过了，有意向收购配方，勉强给你一个正式编制，进车间当技术主任，每月35块工资，多少人挤破头都抢不到的铁饭碗，你一个乡下丫头也算一步登天了。什么一步登天？我们自己生意做得好好的，凭什么说把配方卖给你们？哼，个体户再能蹦跶，能比得上国营厂？铁饭碗才是一辈子的保障，你们别给脸不要脸。多谢李科长好意，配方是苏家合记的，
不卖。你别不识抬举，个体户永远干不过国营厂，你迟早会后悔。姐，国营厂的铁饭碗不好吗？大家都说能进厂是天大的好事。对啊，姐，不用天天起早争高了。自己做品牌，不仅我们能吃饱饭，还能带着村里的叔叔阿姨一起赚钱，能把江婆婆的手艺传到更远的地方。真正的铁饭碗，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，是走到哪儿都有饭吃。苏荷，不好了！供销社来通知，咱们的货明天起全部下仓，不准卖了。我也没办法，县食品厂那边放了话，要是留着个体户的货，就断我们供销社的副食品供货。我这总不能为了你们一家断了整条线的货。他们也太欺负人了，签好的合同说毁就毁，国营厂就能这么不讲理？国营渠道的依附性太强，靠别人的渠道永远站不稳。想要不被人拿捏，就得有自己的官方资质，拿到正规执照和质检报告，让他们挑不出半分错处。实在对不住，等风头过了，咱们再合作。理解王主任的难处，货我们今天就清走，合同暂时终止，等我们手续齐全了，还会再回来。阿芳姐别生气，苏荷姐也别生气，吃甜的，吃了甜的就不难受了。说得对，吃点甜的，接着往前走。他们撤我们的柜，靠国营身份压人，我们就去县里办全套正规资质，到时候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。姐，我们跟你一起去。你这材料带的可真齐全啊！别的个体户来办照，可都想不到这些，顶多带个身份证明。按规定准备的，省得来回跑麻烦。与其被打回补件，还不如一次做到位。都符合要求。个体工商营业照，还有食品质检合格报告，下午就能取。姐，我们真要拍照啊？会不会太贵了？不贵，办完事儿留个纪念，以后年年都拍。看这里啊，3、2、1。我要天天带着。姐最好看。你家米糕有问题啊！我昨天在你们这儿买的米糕，今天一吃都发酸了。我家孙子吃了2口就喊肚子痛，你们这是卖坏东西坑人，赚黑心钱。不能吧？苏家糕一直挺干净的。干净啥？指不定背地里偷工减料，生意火了就飘了呗。大娘您别急，我们每天的货都是现蒸的，卖不完当天就处理了，不可能坏啊。你的意思是我撒谎讹你？大娘，对不住，让您和孩子不舒服了。您买了多少，我10倍赔给您。孩子要是有不舒服，医药费我们全担。你这姑娘倒爽快，我也不是讹人，就是这糕确实不对味儿，跟以前买的不一样。大娘，这不是我们家的米糕。对，这个米不新鲜，糖放多了盖怪味儿，底部也没有小梅花印，不是我姐做的。昨天我赶时间，看着摊子挂着差不多的布画，在巷口那家买的，不是你们家挪位置了吗？大娘，我们的摊位一直在正街上，从未挪过。死丫头片子藏得还挺深。拿到配方，我也做米糕低价卖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
冲着你们牌子买的，结果全是坏的，以后再也不敢买了。我家孩子吃了上吐下泻，以后再也不敢买了。我们要去公社告你们。大家稍安勿躁。所有买了仿货的顾客，今天全部10倍退款。身体不适的，医药费、营养费全报。3天后，我在集市当众辨真假，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二婶家后院有怪米糕味儿，别声张。小莲，重要的东西要学会分级保管。分级保管？最常用的出货记录、日常收支放在外面随手能拿到，核心的成本账、配方笔记锁进木箱子。最重要的东西要记在脑子里，不能落在纸上，这样就算丢了一样也不会全乱。就像高分普通款和精品款，东西也分等级放，对不对？聪明。真的假的？还不是他一张嘴说了算？大家别信，长得都差不多，哪能分得清啊？我昨天就买错了，酸的没法吃。大家先静一静，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绝不推脱；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也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今天就教大家3招辨真假，学会了就不会买错，往后谁也蒙不了你们。第1招，看包装，正品油纸对着光，能看到隐形的梅花暗纹，仿品做不出来。哎呦，还真有花！我昨天买的那油纸糙得很，啥印子都没有。第2招，看断面，正品气孔均匀细密，捏完回弹，仿品发黏发沉，一捏就塌。还有第3招，尝味道，正品米香是甜的，坏的有陈味。果然不一样，态度倒是挺好，不像耍赖的。王桂香要溜，不拦住他吗？不用拦，放他走。他现在回去只会给背后的制假窝点报信，正好顺藤摸瓜。澄清只是小事，我们要的不是抓一个摆摊的，是把造假的窝点连根拔了，一次性解决后患。等这批货卖出去，看那死丫头还怎么嚣张，抢我的东西，迟早让她吐出来。要不这一批算了吧，万一被抓住。接到举报，有人制售假冒伪劣食品，仿冒他人品牌，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谁举报的？你们凭什么闯我家？这都是我自己家吃的。自己家吃的要印和苏家合记一样的包装，自己家吃的要堆这么多货等着往集市送。张婶已经承认了，是你找他抄的操作流程，偷来的残次配方，做出来的东西害人害己。你怎么查到的？早在配方分级存放的时候，我就料到会有这一天。这是这段时间所有买了仿品的顾客赔付记录、仿品购买凭证，还有故宫张婶的证言。您手里的仿冒油纸跟我们的正品仿伪油纸一对比就清楚。二婶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赖不掉了。200块，怎么会这么多何丫头，以前是我们对不住你们，这是地契、农具清单，还有剩下的口粮，都给你送回来了。以前是我鬼迷心窍，眼红你的生意，动了歪心思，要打要罚我都认。就是小军还在上学，不能耽误他念书，你能不能给我们条活路？罚款是按规定来的，我改不了。该赔的赔，该认的认，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。等等，但小军读书是正事，不能因为大人的错耽误孩子。新厂刚好缺人手，你们想留下来干活可以，但得守我的规矩。大伯老实肯干，以后就管原料入库、仓储搬运，按月结工钱。二婶你在厨房做杂活，清洗器具、烧火整理，归阿芳只管，不许进配料间，不许打听配方，不许碰成品核心工序。能做到就留下，做不到现在就可以走。能做到，我们肯定好好干，绝不给你添乱。工钱和其他雇工一样，供小军读书足够，但要是再动歪心思，不光立刻走人，之前的旧账也一起算。谢谢。姐，你真的让他们留下来啊？
你们记住，做事留余地，但规矩不能破。把人放在眼皮子底下，守着规矩干活，比放出去再动歪心思省心。再说，小军是无辜的，大人的账不该算到孩子头上。不欺负人，也不能被欺负。改良的稻种试验成功了。试验田出芽率90%，比普通糯稻高2成，种出来的糯米糯性更足，出浆率更高。稻种我统一从县农技站批量调，按成本价分给签约农户。一等糯稻收购价再补2厘，3年保竞价不变，种多少收多少，绝不让大家担风险。我就说陈技术员盯的品种差不了，之前还怕冒风险，只敢种半亩。看这长势，明年我家先加种1亩。我也加1亩，跟着何丫头干，保底价兜底，还有人教技术，心里踏实。半亩试验田只是起点，明年扩种50亩，原料就能实现自给自足，品控更稳，也能带着更多农户增收了。育种大棚我已经跟农技站申请了，明年就能再试2个酱菜专用的黄豆品种。姐，我们以后是不是越来越好啦？当然会越来越好，这才刚开始，钱也攒得差不多了。我打算把这土坯房翻了，盖新砖房，堂屋敞亮些做饭厅，西边搭标准作坊上酱菜生产线，给你们俩各留一间带书桌的房间，以后读书写字都有自己的地方。苏荷，真的吗？我们要有新房子了。姐，你看，我和二姐摘的野花，陈大哥帮找的荆条，说编了不散，给你当新居礼物。就是路边摘的，不值钱。好看，我们家的新居礼物。守了一辈子手艺，竟能有这么规整的去处。这是上月技术分红，今天开始研制古法酱菜，品类拓了，渠道才稳。苏荷，供销社的王主任让咱们过去一趟。从咱们镇第一个专柜做起，才半年时间，你们家米糕已经铺满全县12个乡镇的供销社了，月月都是点心类销冠。这次叫你过来，现在计划全县所有专柜都给你扩1倍面积，全摆在进门最显眼的位置。还是老规矩，滞销全退，当日结算。不光县里，我上周去市里开会，特意跟市供销社推荐了你们，人家看完样品和销售数据，当场就拍板了。下个月直接铺进市区3个核心门市部。刚好新作坊的古法酱菜已经试产稳定了，配方和样品都在这儿，您可以先验。这次进场，米糕和酱菜一起上，市县2级渠道同步铺。没问题，你苏家合记的东西我100个放心。酱菜直接同步进县市2级渠道，跟米糕摆一块，肯定卖爆。还有就是县里让我告诉你，下个月的全县个体经济先进宣讲会，想专门邀你去发言。县里领导点名说，你一个姑娘家从零做起，还带着全村增收，是实打实的榜样。下半年小莲去镇上玩学插班，小石头明年开春入学，学费都备好了，你们只管好好读。我要认字，帮姐写账本。何丫头，这是全村乡亲们一起做的锦旗，创业带头，造福乡邻。你带着大家种订单粮，进作坊干活，家家户户邮包都鼓了。我们是真心实意来谢谢你。都是大家肯干，我只是搭了个桥。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以前日子过得紧吧？自打我进你作坊干活，每月现钱拿到手，今年开春就直接盖了3间新砖房。可不是嘛，每年多赚的钱刚好给儿子盖了婚房，
这要是搁以前，想都不敢想。我家地基都打好了，秋后就上梁，全靠跟着何丫头种糯稻。我家小子在作坊跑运输，赚的钱都够盖2间偏屋了。以前全村没几间砖府，你看看现在，半条村都翻盖新屋了。大家的心意我都收下了，明年还要再扩2个品类，都保价收购。作坊还要再招一批人，咱们接着好好干。以后不光能住新房，日子还能更红火。堂姐，这是我的奖状，考了全班第3，今天我们特意过来，谢谢你。何丫头，以前是我们混账，做了不少对不住你的事儿。阵子在作坊里干活，我们俩都想明白了，够小军下半年学费，多亏了你给我们机会。以前是我鬼迷心窍，眼红你的生意，动了歪心思，是你不记仇，还给我们活路。小军好好读书，比什么都强。过去的事儿，翻篇了。苏董事长，你们的产品在东南亚试销反响极好，这次我们签全年订单，后续还要铺进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连锁超市。感谢信任，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品质标准按合同执行，批次附质检报告，海运冷链我们全程跟进。欢迎您随时去我们的生态基地考察。今年又是大丰收，每亩糯稻纯利比3年前翻了2掺，这全靠何丫头的路子和陈技术员手把手教的技术。明年再扩3000亩蔬菜基地，专攻出口订单，大家多种多赚，一起把日子过得更红火。育种大棚的新品种糯米试验成功，出浆率再提1成，这是认证文件，正式批下来了。看这里，3、2、1。